这个亲爹真是操蛋，竟把金刚钻对准了儿子脑门疯狂输出。男孩挣扎着苦苦哀求，可对方却满眼决绝，不为所动。而男人如此泯灭人性的禽兽行为，竟是为了保护家中的女保姆。故事还要从2天前说起，继母生下了一个女娃，父亲不忍妻子操劳，就请来了性感保姆照顾小宝宝。没想到对方却是个神出鬼没的诡异女子。自打她来了以后，家里就怪事不断。深夜，小帅被监控警报吵醒，拿起手机仔细一看，竟然有个女人来到了妹妹房间。他轻声走到房间查看，里面一如往常，并无异样。那为何手机上的监控画面里会有其他身影呢？为了一探虚实，他直接将监控取了下来，并对着靠椅步步逼近。就在他即将看清对方真面目时，妹妹传来一声啼哭。小帅扭头看去，却发现妹妹消失不见，只有一只黑鬼手在床边左右徘徊。突然，半人半鸟的女保姆乍现眼前，小帅被吓坏，赶紧逃回了自己房间。这时外面传来异响，他爬到地上，透过缝隙看去，却被惊悚画面吓得连连后退。眼看着房门被打开，惊慌的小帅赶紧把篮球砸了过去，可听到的却是继母的尖叫声。事后，小帅向父亲解释刚才异响，还将手机上的视频监控拿出来当物证。没想到里面的陌生女人却消失的连个渣都没剩，只有地板上残留的金属腿印记清晰可见。半夜吸尘器又诡异的自动工作，小帅好奇的拔掉电源，却再次听到金属与地板的碰撞声。第二天，继母守着女婴织毛衣，没多久就莫名其妙的睡了过去。等她醒来时，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，整个房间都挂满了红绳，就连婴儿床也被红绳紧紧包围。等小帅来房间找妹妹时，却发现这里空空如也，就好像妹妹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。为了弄清缘由，他第一时间找到父母解惑，可得到的结果却让他大跌眼镜。夫妻两人声称他们根本就没有女儿，一切都是男孩的臆想所致。小帅不服气的拿来妹妹奶嘴证明，可打开手掌的一瞬间，奶嘴却化为乌有。父亲以为小帅发神经，将其一顿痛扁，还将他锁进房间面壁思过。继母上前劝解丈夫放过小帅，没想到他早已被女保姆洗脑蛊惑，坚决不会放过儿子。小帅不甘心，便给邻居小美发信息求助，但对方现在也是自身难保，因为那个保姆竟然又以钢琴老师的身份堂而皇之的混进了小美家里。此时的小帅已用床单翻窗而逃。来到学校后，他第一时间找到小美。小美眼睛惨白，好似被附身一般，直接将小帅推倒在地。男孩察觉不对，起身反扑抽打。女孩这才被成功唤醒。事后，小帅又将家中怪事说出。为了弄清楚妹妹消失的真相，他们就决定去找隐居森林的怪大叔帮忙。可此时对方并不在家。在这里，小帅找到了一张保姆的照片，看来女保姆和怪大叔是同党。就在他纳闷之时，屋外突然传来动静，他们赶紧找地方躲了起来。怪大叔察觉异常，拎起棍棒防身，好在小美及时用防狼武器将其电晕。等大叔醒来，已被五花大绑。三人逼问他照片中女人的真实身份。看着忽明忽暗的灯光，男人也不再隐瞒，直接如实相告。原来那个女人是他已故的妻子，死后被恶魔教化为中式奴仆，他会变换成各种形态混进别人家里，诱拐强暴婴儿为主人续命，而被偷走小孩的父母则会被他洗脑，彻底忘记有关孩子的所有记忆。而且伴娘人可以通过电力传播自己，所以每当有孩子失踪的时候，城市里就会大面积断电。而大叔曾经就一个女儿，却在某天突然神秘失踪，事后他也忘记了有关女儿的一切。可是当他看着自己亲手做给女儿的灯笼时，记忆又慢慢的浮现出来，于是他就开始隐居森林调查此事，却始终没有找到女儿下落，也没能查出恶魔老巢在哪里。这是一个废弃发电站，引起了小帅的注意。既然怪物喜欢电流，那么很可能就藏在那里。为了救出被偷走的妹妹，小帅决定去那里一探究竟。经过一番寻找后，他们终于找到了废弃发电站。三人提心吊胆地走了进去，里面有一个神秘通道。小帅救妹心切，率先爬了进去，没想到洞的尽头早已被电缆堵死。他扒开缝隙看去，却被一道刺眼强光吸了进去。随后2个小
小伙伴也紧跟其后遭遇同样经历。等他们醒来后，发现自己又被送出了通道外，他们以为恶魔根本就不存在，就各自返回自己家中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可怕的事已经发生。小帅回家后看到继母上前打招呼，可对方却根本看不到他，还从他的身体中穿了过去。另一边的小美家里更是奇怪，海报里面的女人竟然自行动了起来。小美听到异响过去查看，却只剩下一张干净画板。一转头，一个女人爬了起来，正是海报中的那个女人。女人一个箭步就朝小美冲了上去。小帅闻声来到小美家找人，发现她已经被钉在了海报里。就在小帅一脸疑惑的时候，那个女人又突然出现，直接将小帅扑倒在地。男孩拼命逃跑，女人又气势汹汹地扑上。因为恶魔的力量需要电力维持，聪明的小帅将手机往墙上用力一摔，原来这里并不是真实世界。那么妹妹应该就在这个世界中，正好可以四处寻找妹妹下落。他们来到了那个怪大叔的房子里，在这里捡到了妹妹的袜子，还碰到了大叔消失的女儿。女儿还说是他把女婴从恶魔老巢带到了这里。她在这个世界已经生活了很久，也知道了很多东西。她被半鸟人抓来孝敬女巫，一旦现实世界的人完全把自己忘记，那么自己就会跟着消失。这时外面传来声响，女婴害怕的不停啼哭。女孩为了让他们脱身，自己一个人跑出去吸引半鸟人的注意。小帅和小美带着妹妹趁乱逃走，女孩则被半鸟人抓到了恶魔老巢。在这里，她碰到了男孩卡尔。女孩说恶魔正在吃东西，正好可以趁此逃出去。他已经逃出来很多次了。说着说着，小帅和小美也来到了这里。四人试图穿过通道返回现实世界，没想到现实世界的大叔却在半鸟人的蛊惑下彻底忘记了女儿的存在。随着烛光的熄灭，另一个世界的小女孩瞬间灰飞烟灭，而其他三人则顺利返回现实世界。可小帅怀里的妹妹却变成了洋娃娃，继母也不再认识他，而且还问他是谁家的野孩子。为了唤醒继母的记忆，小帅拿出了妹妹的红袜子，那是继母亲手编织而成。女人的灵性记忆慢慢被唤醒，小帅告诉继母一定要记得自己的女儿，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时间。没想到父亲却在半鸟人的蛊惑下变得更加离谱，还有亲手杀了儿子。幸好继母及时赶来，才阻止了悲剧发生。另外两个伙伴回家后也遭遇了同样事情，父母根本不记得他们，还把他们赶出了家门。为了不让自己灰飞烟灭，他们决定重返恶魔老巢斩草除根。三人找来大叔帮忙，并帮助他回忆起之前发生的事。这次他们准备充分，信心满满。没想到刚来到废弃发电站，大叔的半鸟人妻子就突然出现。三小孩穿过通道来到了另一个地方，在这里小帅看到了自己的生母，他知道这是恶魔的幻术，并没有上套。恶魔见洗脑不成，突然大叫一声，从身体释放出无数根红绳，铺天盖地淹没了整个空间，还结成了错综复杂的绳网。几个孩子被绳网捆绑的无法挣脱，而那个恶魔也现出了真身，竟然是一只红色的毛线怪。就在这时，小帅扔出照明弹。半鸟人失去了力量后盾，也跟着消失得干干净净。邪祟消失，小女婴出现。小帅抱着妹妹回到家里，跟父母相拥在一起。然而城市却再次遭遇大面积断电。Мальчик, ее нельзя убить. Она вернется.